好，那我们透过回溯的方法来解答LeetCode 的第37题速读。这题目它就是标示为难题。那右边这边就是我们将我们那个解答的过程将它做视觉化当然透过 OpenCV 的一些方式将它呈现。好，各位好。那我们在我们的画面的左边呢，是一个C++ OpenCV 版的解答速读的一个画面的呈现目前大概已经透过回溯的方式，已经进行了5000多步这个还是没有解出来，那花的时间也比较久。好，那这个解速读，这个本来就是需要花一点精神的事情。那我们刚好也在 LeetCode 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题目把它解答出来。好，那我们就把画面切到我们的简报。好，那这边当然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规则应该很清楚，就是1到9。那它必须是1到9在每个 row 它就恰好出现一次，1到9在每个 column 也恰好出现一次，1到9在每一个所谓的 sub box 都也只出现一次所以原则上这边我们已经把已经看到了，所以基本上就是0到8每个所谓的 sub box它1到9就恰好出现一次。好，这是它的相关的一个规则。那这边确实标示真的是难那我们知道解软体问题就像下棋布局没有起手无回的问题像我们解这问题，如果起手无回当然就解不出来了就像走迷宫一样，你走错岔路之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回溯像我们刚才这个问题，这个是已经跑到2万多到2万多都还没解出来。黄色部分是他曾经走过的路那这个还有一段还有一段。那我记得这个速读的这个解答应该是27000多步这个所以有的当然很快可以解出来，有的就1000多步就解出来，有的上万都还不一定能够得解。好，程式的部分我们稍微看一下那原则上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说你在 IJ 的位置，它刚好就是在一个 row、一个 column、一个 block所以我们这边去设一个函数，所谓的 set 3 conditions 那基本上就是当你的数字一般来讲是1到9啦，但是我们因为要考虑索引值的问题，所以这边是0到8。0的部分呢，就去来替代9。我们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们上一次的设定是完全一致。那这边我们的值它的布林值预设是为1。那所以我们看它在这个 set condition 的时候，基本上这边呢，我们都一开始在 set up 的时候，当然都全部都设定为1。但是如果在回溯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还原回来，你就要把它设定为0
所以我们定了这个函数。那 setup 的，也就是你开始去读棋盘上的一个资讯。好，那我们这边其实也蛮简单的。如果你没有任何数字的话，你就进行回圈的下一步。好，然后我们刚刚所讲这边的 x， 实际上就是0到8。那9的部分就用0来代替啊，因为我们这边就透过模运算的方式磨掉9的余数啊，透过这样的方式。那然后这边再去设定它3个相关的 row、column、block 它的设定。好，那当我们要去下一个值的时候，我们重点就是要去判断哦。这个我们其实来讲，大部分人去解这个问题，都是用回溯方式，但是会耗费时间最多的地方，也就是你去做检查。所以我们这边因为前面部分我们是用bit set 这样的阵列呢，去放这样的27个条件，所以我们的检查你是不是能够放1到9，实际上我们只要去检查这3个布林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在时间节省上应该是有蛮大的一个帮助。好，这是比较关键的部分。好，那这边是 continue 啊，这边我们强调，所以这里应该不是跳出回圈外面啊，所以当然是进行回圈的下一次的迭代啊，这边要特别留意的，这个容易造成误解，我们先把它涂掉。那所以整个的程式的架构其实就回溯嘛，就是回溯。那我们这边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整个所有棋盘让它跑一次嘛，然后检查它是不是有被下子啊。当然呢，这部分我们透过回圈还有if 判断，其实来讲一般来说系统的处理这种事情其实都蛮快的啊，所以我们也虽然之前也有用过一些容器来处理，其实速度都不够快。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当你棋盘上面那个数值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就拿1到9去做测试。当然也不是盲目的去测试，当然所以你这边你当然就是要先透过 is valid 啊，这个我们在前一页这边我们就定义好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式啊，基本上就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检查这3个条件。好，那这个因为我们都已经有放在这边 bit set 的阵列里面，所以我们的 check 的动作其实蛮快的。好，那所以我们要去考虑可能可以去下 C 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所以我们就暂且先把它填上去。那它在我们的资料处理上，我们还是把它转换成为数字啊，所以你就减掉0这个字元，然后再磨掉9的余数，好，所以它得到的值是0到8。然后我们再去将这些它的3个 condition 都设定为1，好，布林值都设为1。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用递回的方式，好，再去找下一个空白的那个地方啊。如果它成立的话，当然很好 ，bingo， 我们就 return 1。如果解不出来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前面这样的设定还是解不出来，你只好回溯啦。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将棋盘在 IJ 的位置呢，再把它回复成为没有下数字的状态。那同时呢，我们将那个3个条件呢 ，IJ 的位置，同时跟 X 相关的部分呢，我们将它设定为0。好，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架构其实蛮简单的。那整个如果说0到9整个跑完，你都还没办法解出来，那当然就是解不出来嘛。啊，至少就是在你刚好的这个地方，那整个都完全都跑完的话，当然就是 return 1。好，所以这个是回溯的方式去撰写。好，那然后我们主要这边我们就去呼叫嘛，我们在这边sudoku 这边呢，我们就去呼叫 setup 以及 solve 这2个函数或者称为方法啊，原则上大家就可以得解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撰写的一个方式。好，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eetCode 上面的一个解答的情形。那我们进入 LeetCode 的网站哈，所以这个根据我们之前解答，我们都有多加了一些东西。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要经过几次嘛，尝试过几次。好，所以我们这边在35行地方，我们设定一个变数叫 step。那所以这边你再去试这个1到9的任何一个数字的时候，我们 step 就加1。你在回溯的时候，我们也是加1。好，所以这个所谓次数的计算，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计算。那我们的 test case 的部分呢，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找了5个不同的，除了它原先在这上面有显示的一个之外，还有另外其他的一个情况。那难易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让它去跑一下。好，那因为我们有列印呢，同时有些计算，所以它时间会比较久。那根据我们这里之前的测试结果，特别是 C 程式版的，它submit 的 code 它只需要14毫秒 ，C++ 版的稍微慢一点，16毫秒，其实都蛮快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好像第一个 case 它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测试的次数是这么多这是它的一个解答。好，那我们看 case 2的情形，那这个就应该是我们刚刚所显示的那个问题，它确实需要27002次需要这么多次的测试回溯所以每个题目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个就很快，这个只要1097次，它就解答了。所以这相对来讲，这个是算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再看 case 4，这个也蛮多的，这要11万了。这个需要11万所以认为这个难度挺高的所以有难有简单这个呢12万所以我们这边测试的其实都有相当的难度，那至少它都 OK 的。